1957年，石溪村，村里最帅的二流子李青山喝得烂醉如泥。远处破土房里，小寡妇王乃香醉醺醺的样子真是香香软软。青山，喝醉了吧？婶子扶你去房间里休息。赵贵老两口搀着醉醺醺的李青山，朝着自家儿媳的房间走了过去。这熟悉的场景让李青山浑身一激灵，记忆迅速回溯。等等，老子重生了，这是上一世的这一日，赵贵老两口为了谋划李青山的宅基地和房子，将他这个村里有名的二流子灌醉后，扒了衣裳扔到儿媳王乃香的床上，然后来了个墙上妇女的帽子，以报警相威胁。可结果警察来了以后，王乃香却不惜以毁了名声的代价站出来及时解释，帮我免了牢狱之灾。最后他却受不得村里人的风言风语和婆家虐待，跳河自杀了。更恶心的是，赵贵一家子非说是我害死了他们儿媳，逼得我不得不背井离乡学医打猎去讨生活。这一世重来，我定要让这赵贵两口子付出代价。李青山陷入了回忆，正愤愤地想着，转眼的功夫，赵贵两口子已经把他扔小寡妇床上了。俩人转头就去喊人了。李青山缓缓睁开了眼，床上躺着绝美的俏寡妇王乃香。李青山擦了擦口水，小寡妇王乃香也先一步被老两口灌醉。赵贵这对不是人的夫妇，为了让戏更像，特意将王乃香的衣裳也扒了个凌乱不堪。要是一会儿那俩狗东西的村民进来抓人，这美景就要暴露在外人眼前了，这可不行。李青山上去帮忙整理好衣服，王乃香发出一声娇嗔，缓缓睁开了惺忪的眼睛。李青山吓一跳，青山，抱抱我。人都是欺软怕硬的，前世若是自己胆子大些，赵贵胆敢上门胡闹，照着死里打，村里人谁敢说风言风语，也照着死里打，或许王乃香就不会死了。王乃香刚清醒一时，便又昏沉地倒了下去。正当李青山鼓起勇气，打算做点什么的时候，大门外传来了赵贵夫妻俩和村民的嘈杂声。李青山不敢耽搁，匆忙出了房间，矫健地跃上墙翻了出去。呵呵，赵贵肯定料定了我喝醉，不可能翻墙出去的。院门外，赵贵一把鼻涕一把泪。乡亲们，你们可得给我们老两口做主，老李家太欺负人了。行了，赶紧开门吧！你们老两口也是，自家儿媳妇被欺负了，不去拦着，还跑到外面喊我们过来。李青山，那二流子说不得都得逞了吧？怎么没听见声音？那二流子不太行啊！下一刻，赵贵两口子打开门，带着李铁匠等10几个村民一股脑冲到自家儿媳的房内，结果看到的却是自家儿媳躺在床上，好好的穿着衣裳。咦，人呢？刚刚还在这里的。赵贵，你不是说李青山那二流子正在欺负你家儿媳妇吗？怎么人呢？李虎是村中一霸，更是赵贵家的债主。李虎已经垂涎王乃香的美色许久了。这次的赵贵两口子之所以要搞李青山的宅基地，也是为了拿来给李虎还债。把我们当猴耍是不是？怎么回事？这我也不知道啊，刚刚还在床上的。贱人还睡呢，给我醒醒！此刻赵贵的婆娘见状，抄起水盆便泼在了王乃香脸上。赵贵更是气急败坏，不顾老脸，当着村民的面便破口大骂王乃香是偷汉子的贱人。爹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李青山怎么会在我床上？肯定是藏起来了，我得找找，不能白玩了我家儿媳妇。提上裤子就跑了。赵贵感受到李虎那吃人的目光，连忙开始在柜子里、床洞下找了起来。要是还不上赌债，自家儿子还在李虎手里呢，一只手肯定就要被这李虎砍断了，成了残废，这辈子可就完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不和谐的声音突然在众人身后响起，熟悉的声音让赵贵精神一振。哟，这么热闹，干嘛呢？李青山绕到院外，突然出现，吓了众人一跳。李青山，你抢了我儿媳妇，可终于找到你了。赵贵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我都没来过这里。不可能，刚刚我们还在一块喝酒呢，你就不要狡辩了，你就是酒壮怂人胆，说是要去放水，谁知怎么摸到我家儿媳的房间了。我们老两口怕不是你的对手，这才出去叫人的。李青山，你这个二流子是不是男人？敢做不敢当是不是？谁来你家喝酒了？我若是刚刚在你家喝酒，说话怎么可能这么利索？不信我给你走2步看看。赵贵，没有证据就不要胡说。你……赵贵只觉得气血上头，差点就要被气得昏死过去。李铁匠开口主持公道：拿贼要赃，抓奸要双，人家青山都没在你家，你家儿媳妇衣服都是好好的，怎么就强了你家儿媳？赵贵，你这过分了啊！周围村民也纷纷指责。李虎算是看了个明白，不管怎么样，赵贵想要敲诈李青山是不可能的，当即将一张纸拍了出来。赵贵，你耍老子！你小儿子在我这里借的钱，今日若是还不了，你知道后果的。李虎，你再给叔点时间行不行？可不能砍我家儿子的手啊！我家可就这一个儿子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家儿子欠了李虎的赌债，
所以诬陷我抢你儿媳妇，然后敲诈我给你家儿子偿还赌债，是不是？看老子不锤死你！李青山冲上前，对着赵贵的脸一阵狂扇，两脚更是踹在赵贵胯下。赵贵阵阵哀嚎，狠狠暴揍一顿后，才被村民拉开。赵贵，现在该咱俩清算清算了吧？李虎，我们家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啊，你看可还有别的办法？行啊，你家儿媳妇守寡3年，也该是改嫁的时候了。只要你把你家儿媳妇改嫁给我李虎，什么钱不钱的，一笔勾销，如何？当真？长子死了，儿媳还有何用处？若是拿出去抵债，最好不过啊。我不改嫁，我不嫁给李虎。你嫁到我们家了，就得听婆家的话。我大儿子走了，那你就得听我这个老公爹的，让你嫁，你就得嫁。今日你不嫁过去，我家强子的手可就要被砍断了，下半辈子可怎么办？你可不能这么自私啊！王乃香一个姑娘，哪里经历过这些，顿时有些慌乱起来，不知所措，楚楚可怜的眼神，求助似的朝着李青山望了过去。现在是新社会，婚姻自由，就算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那也是王乃香娘家说了算，和你们婆家有什么关系？她是我们赵家花了彩礼娶回来的，自然是我们婆家说了算。你那短命的儿子死了，白白让人家一个黄花闺女守了3年寡，这是你们老赵家欠乃香嫂子的。宣传的干事天天喊婚姻自由，你们这是要当落后分子，要被立典型的。李青山怒声训斥之下，赵贵老两口和李虎顿时沉默了。他们不怕李青山，但是怕政府的矫正啊！就在这时，王乃香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了剪刀，抵在自己白皙的脖颈上。你们若是逼我嫁给李虎，我就死。哎呦，大妹子，这可不行啊！好死不如赖活着。赵贵，你可真造孽啊！王乃香要是死了，你们老两口和李虎都逃脱不得干系，逼婚逼死了人，这肯定是要被当成落后分子，要被立典型的。李虎，这若是出事了，就你还想当民兵连长？想都别想！民兵连长，李虎势在必得。赵贵家的这破旧老院子，李青山也是势在必得。只因为几十年后，有专家发现这院子地下埋藏着一座地宫，内部常年0度以下，是储存各种粮食肉类的绝佳场所。现在是1957年夏，距离吃大锅饭的公社时代不远了，也就还有1年的时间。若是能从赵贵家的院子里挖通这地宫，这座地宫可就能为自己所用了。等到公社时代降临，开小灶就尤为重要。关于赵贵家欠债的这件事情，其实我可以解决。怎么？难不成你想要替赵强还钱？不多，一共36块。李虎话音落下，现场村民们便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，脸上挂满了震惊之色。36块真是一笔巨款啊！赵贵家的这套小院子也才不过30块钱。李虎，你看，我把我家这院子给你，你就放了我家强子吧。周婶，就你们家这破房子也值得36块钱。李青山，你倒是说说，你要怎么解决？简单，今天我李青山问你借36块钱，1个月内连本带息还你40块钱，用我家那套新建起来的院子做抵押，如何？赵贵家的这破房子不值30块钱，毕竟时间久了，而且院子也比较小。但是李青山家里新建的那套宅子可就不一样了，不仅建得大，建得好，位置也好，价值40块钱，绝对是没问题的。这套房子自己和老爹可是出了不少的力气，但是后来才知晓，这房子根本就不是给自己准备的，而是给自己的堂哥、大伯的儿子准备的。现在李青山家里一共住了4家人，分别是大伯、二伯和爷爷，以及自己家。家中各个儿子赚到的钱都要统一交给爷爷，老头又极其偏心，这么多年都是吸李青山和他父亲的血去喂养大伯和二伯家，既然不是自己的房子，抵出去便是。李青山，你可当真？来吧，立字据。青山，你可别胡来，那房子可是你和你爹好不容易建起来娶媳妇用的，这若是让你爹知道了，岂不是要打断你的腿？是啊，青山，那房子的位置可好，哪里舍得抵出去？人家赵贵家的事情，你可别跟着瞎凑热闹。石溪村的村民们见状，不少心眼好的村民，其中便包括了李铁匠、赵木匠、豆腐西施等人，纷纷开口劝阻。多谢各位叔叔婶婶关心，这件事情我考虑好了。李青山说完，很快便和李虎立了字据，并且成功拿到了36块钱。拿到钱后的李青山转头便把一沓钱便砸在了赵贵面前。你家房子我买了，36块钱，怎么样？先签个欠条，等到这房子去乡公所过户完了后，欠条就自动作废。赵贵眼前一亮，连忙将钱抓在手里。行，你说怎么弄都行。赵贵哪里会不同意，连忙问李虎取了纸笔来，与李青山签了合同。赵贵，现在这房子是我的了，限你5天之内找好地方搬走。随后李青山拉着赵贵去了一趟乡公所，提交了过户手续。
李青山今日在赵贵家发生的事情，却迅速在整个石溪村内传开了。全村都知道了李青山用自家新房子做底，向李虎借了36块钱，买了赵贵家的那一间破屋。这事情自然也传到了李青山爷爷李老屯的耳朵里。什么？你说李青山那小狼崽子抵了我家的新房子去借钱？李老屯，你还不知道啊？现在全村人都传开了，借据都给人家李虎写了。村头大树下，李老屯的老对头赵有田一顿戏谑，李老屯气疯了，骂骂咧咧的急忙朝着家中赶去。然而李青山早就偷拿了户口簿去乡公所了。这一趟去乡公所办理房屋过户很顺利，3天后程序就能走完，把土地房产所有证发下来。李青山再去乡公所去取便是了。走到村口后，李青山望着眼前的赵贵，开口警告：赵贵，等到证件下来，咱们就两清了。这几天你得赶紧找个地方搬走，否则可别怪老子不客气。好，青山，我先回家一趟。这个时候的赵贵迫切的想要赶回家去，看看自家儿子有没有回来，是不是完好无损的回来。望着赵贵离去的背影，李青山脸上流露出一抹笑意。没想到这件事情这么容易变成了，爽啊！到时候1年后，外面大雪纷飞，别人家都在池塘腌菜，老子却能在烤着油滋滋的猪肉，旁边再围着2个年轻貌美的女知青。小寡妇，那日子真是美啊！不过，想要过上这种生活，得提前存储大量的肉类才行。石溪村背靠大山，猎物资源极其丰厚，随便狩猎一些回来到市场上一卖几10块钱就到手了。若是运气好，狩猎到了紫貂，挖到了人参这些好东西，那可就不得了了。一张紫貂皮可是能卖到200多块钱。就在李青山想着如何上山打猎的时候，一道熟悉的女人声突然在草垛子后面响起。俏寡妇王乃香正水灵灵地看着他。乃香嫂子，怎么了？青山，今天真是多谢谢你了，若不是你，嫂子肯定要被那老两口送给李虎了。乃香嫂子，你一个人在村子里无依无靠，家中公婆又欺负得紧，今日必然是不好过的。以后若是再遇到什么难处，就直接来寻我，我肯定能给你解决。青山，今天已经很麻烦你了，若不是你机灵的话，肯定是要被我公婆诬陷，闹到政府那里，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乱子呢。只是你问李虎借的那些钱，准备怎么还？我都想好了，咱们这里什么都不多，但是野物多，我打算明天就上山打猎，然后拿去卖钱，1个月的时间肯定能攒到40块钱。青山，你可不能胡来，老林子哪里是这么容易进去的？就单单咱们村子，这些年死在老林子的没有20-30，也有10来个了，有几个猎户能安享晚年的？青山，能不上山打猎吗？大不了我改嫁给那李虎算了。乃香嫂子，我觉得打猎就很不错，而且我也是个人喜欢打猎，你以后还是不要说嫁给李虎这种话了，否则今日我帮你的忙，岂不是白帮了？王乃香长叹一口气，脸上流露出一抹无奈之色，从怀中掏出一个鸡蛋递给了李青山。青山，还是热乎的，赶紧吃了吧。乃香嫂子，这若是让你公婆知道了，还不得打死你啊！在这个年代，鸡蛋可是堪比肉的好东西，农村家中的鸡蛋都是有数的，就算是逢年过节都吃不上的，到时候王乃香少不得一顿毒打。青山，快吃了吧，你不是要进老林子打猎吗？得多补充补充营养，才有力气去打猎不是？李青山也不再矫情，当即咬了一口。王乃香看着也很开心。乃香嫂子，咱们1人1半。啊，这不好吧？乃香嫂子，连半个鸡蛋你都不愿意吃，日后若是受了气，怎么可能会来麻烦我？不许反驳，来，张嘴。李青山说罢，便将手中的鸡蛋朝着乃香嫂子的嘴边递了过去。王乃香只得乖巧听话的将尚且还有些余温的鸡蛋吞入口中，细细嚼来，土鸡蛋的香味充斥味蕾，半个土鸡蛋的余温却也温暖了王乃香这颗破碎孤冷的心。天色不早了，我得赶紧回家做饭了，否则公婆肯定要骂了。李青山回到家的时候，家中的气氛便有些不对劲了。李老屯一共有3个儿子，李青山的父亲是李老屯第3个儿子，大伯家独子。李青书，这是老爷子最看重的一个孙子。当初全家老少可是拿出资源供其上农村业余高小班的，家里新建的那一套院子，便是老爷子李老屯打算给李青书娶媳妇用的。李青山，你这个狼崽子，还敢坐下？给我站起来！李青山进门刚坐下，李老屯就率先发难。李青山的父亲李三奎见状连忙阻拦：弟，青山还小，不懂事，要是责罚就罚我吧。大伯李大奎立刻阴阳怪气，大伯母也趁机添油加醋：老三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劲了吧？这小子今年都18岁，已经成年了，怎么还算小？这小子今天敢把新房子抵出去借钱，明天就敢杀人放火，这还得了？大奎说的是，若是以后李青山真的杀人放火了，肯定会影响到我们家亲叔工作的。什么？还会影响到亲叔工作？李青山，你给我站起来，快点！哼！李青山冷哼一声，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李青山，我问你，你可是抵了家里的新院子，
问那李虎借了36块钱。咋了？不行啊！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？那房子是留给我家亲叔的，什么时候说要给你的？赶紧的去找李虎，想办法将钱还给他，把欠条给我拿回来。什么？爹，你不是说那房子是给青山娶媳妇的吗？这2年那院子可都是我趁着农闲你们睡午觉的时候一点点盖起来的，怎么能给青叔呢？李三魁听闻感觉天都塌了，眼前一片漆黑。老三，你怎么和爹说话的？什么时候你一个当儿子的敢质问爹了？宅基地是你老子我的，这房子就得是我做主。再者，我是一家之主，这个家就应该是由我说了算。青叔是长子长孙，年龄也大了，肯定是第一个结婚，这房子肯定是给青叔。至于青山嘛，以后再给他建一个便是。这也对吧？常年的压迫以及父母的偏心，更让李三魁生出想要在父母面前好好表现，不敢反驳的心理。李青山忍不住暗自摇了摇头，不爽的一把推开了得意的李青书，伸手便将桌子上的流馍、大酱和炖白菜端起来，朝着自己的位置上走去。饭桌上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是一脸震惊的望着李青山，简直不敢相信这小子的胆子这么大。李青山，你在干什么？早晨喝地瓜汤，中午喝地瓜汤，晚上喝地瓜汤，都快把老子喝成地瓜了。今天换口味，爷，你不会不给我饭吃吧？我什么时候不给你饭吃了？老子哪一天少你一顿了？就是狼崽子！也都说了，给我吃，你多什么嘴？显着你了。还有，我和李虎签的借条是用新院子做的底，但我又没说不还。对，你小子，你用什么还？你哪来的钱还？还有1个月的时间，我准备明天开始上山打猎，打到的野物一卖，40块钱还不是轻松就还上了？上山打猎就得，你会打猎吗？青山，你疯了吧？可不能去老林子打猎。顿时，饭桌上的老李家人纷纷开口。李青山回到自己座位，不再说话，大口大口地吃着刚刚端过来的饭菜。与这些家伙说话，无异于对牛弹琴。等到自己将猎物带回来了，也就都闭嘴了。不过，这个家自己肯定是不可能继续待下去了，必须要分家才行。李青山想分家，但是现在还不行。现在分了没地方住，李老屯这老东西肯定不会分房子给自己家，要等到赵贵一家子找地方搬走才行。李青书走到李老屯和李大奎面前，小声说：“爹爷，老林子可不是那么容易进去的。李青山这小子要是在老林子里面死了，那三叔家可就断了香火。爷以后你就用不孝的名头压着他们家，还不得认打认罚？到时候三叔这些年赚的钱还不都得给我？这可是好事情啊！”青叔真不愧是咱们家最有出息的孩子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确实是好事。小子，你要是能打1头300斤的野猪回来，本事才较大呢。李老屯，老小子还对自己用激将法。李青山眼珠子一转，决定将计就计。爷，别说300斤的野猪了，就是500斤的野猪我也能给你扛回来。不过我这上山打猎的话，手里缺趁手的家伙。爷，家里还有没有钱了？给我支援一点，我去买把枪回来。到时候你们就在家里等着吃肉享福吧。家里的钱还要给亲叔娶媳妇呢，哪来的什么闲钱？要怪就怪你爹他们赚不到钱，要不你爷我肯定给你钱去买枪。现在一把枪的价格可比一个土坯房子的价格贵多了，要李老屯掏出这个钱，还是给李青山这个小崽子用的，还不如杀了李老屯呢。枪不支持就算了，那弓箭我去买一把，总行了吧？不可能，没钱，反正老子我没钱。行，没枪没弓也无妨，这个我自己想办法。但是上山打猎的干粮，总归要让我带上一些吧。我这一趟上山，少说3天，多了也要待个10来天。要是吃的少了，就只能在外围边缘活动活动，猎物肯定不多。李青山可没想到李老屯给自己准备什么肉干，能给自己准备这些天的地瓜就很不错了。爷，这个行多给他准备些粮食，进老林子越深，死得越快，而且还容易迷路。一旦迷路，那就死定了。老婆子，待会给他拿点玉米面，多准备一些，照着10天半个月拿。李老屯可是很听这个长孙的建议，李氏虽然有些不情愿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李青山则是心中一喜，没想到李老屯竟然舍得给自己玉米面，这可是远超自己的预期啊。次日一早，天还没亮，李青山就迷糊地睁开眼，打算上山打猎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熟悉的声音在门口响起，嫂子柳桂香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，脸上满是汗渍，正拐着脚进来，背上还扛着一把猎弓。眼前这位寡嫂柳桂香是李家为数不多对李青山好的人。青山，你起床了。嫂子，你这是？你不是要上山去打猎吗？手里没有趁手的家伙怎么能行？我回了一趟娘家，将我爹的这把弓给你取了回来，反正他现在也用不上，我哥还在外面等着，是他送我回来的，我去和他说一声好，让他回去。
说罢，柳桂香便将手中的猎弓给李青山递了过去。接过柳桂香手中的猎弓，李青山心中一暖，一把猎弓的价格可是不便宜，少说值8、9块钱。而当初老李家给柳桂香嫂子的彩礼都没有10块钱。嫂子，你爹是怎么同意的？你别管了，带着弓上山吧，一切注意安全就是了。李青山的目光朝着柳桂香身上打量着，很快便发现柳桂香身上少了一件东西，银手镯，那是嫂子嫁过来时候戴的嫁妆，昨天晚上还在，现在就没了。李青山一切都明白了，是嫂子用嫁妆将这弓换了回来。此刻，李青山感觉自己手中的这把弓有些沉甸甸的，一个女人给自己男人用嫁妆的都不多，更何况自己还只是嫂子的小叔子，这份恩情，李青山是记下了。嫂子，你这赶了一晚上的路，恐怕累得够呛，你快回房间里休息吧，我去和你大哥说一声。老李家的家风就是吸老三的血，喂养老大，嫂子也是3房的，自然也是在吸血的范围内。这些年没少填补，这也就导致嫂子的娘家人十分不爽，甚至起过几次冲突。最后，嫂子的娘家人发誓，以后绝对不踏入老李家半步。李青山见外面站着的是柳桂香的大哥柳大柱，便走上前去打招呼道：“大哥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这次回娘家，我家妹子可没少受委屈，一个小银镯子哪里值得这么多钱？能将这把猎弓带回来，也是因为我爹见我家小妹在门外跪了半夜，这才心软让其带着猎弓回来的。李青山，你们老李家日后若是还敢欺负我家小妹，我大柱一定带小妹走，也绝对不会让你们好过。”柳大柱说完，便气哼哼地走了。李青山回头看向柳桂香的房间，也是忍不住长叹一口气。随后，李青山带着弓箭、干粮，在嫂子柳桂香期待的眼神中出了门，径直朝着赵占山的家中赶去。赵占山，石溪村几10年的猎户，以前在老林子里还救过自己的性命。家中有一个女儿，儿子早年在山上被黑毛子扒了脸皮，人没了。现在一家住在村尾，也是最靠近大山的位置。李青山还未靠近，前方土坯房子里便传来一道道中年男人的咳嗽声，似乎快要将肺都给咳出来了。占山叔在吗？谁呀？随着敲门，房间内传来一名姑娘清脆的声音，年纪不大，与李青山同岁，正是赵占山的独女赵山杏，是沉鱼落雁府近10里8乡有名的水灵姑娘。进来吧。房间内弥漫着一股浓烈的中药味，40多岁的赵占山正卧在床上，病得不轻。占山叔，你这商大夫怎么说？没什么大碍吧？哎，背也注定了，伤了心肺，从此以后恐怕是上不得山了。青山啊，这上山可不是去玩闹的，你真的考虑清楚了，一定要上山吗？占山叔，我考虑清楚了，这山我是一定要上的。既如此，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。这上山最重要的是保命，其次才是狩猎。咱们上山狩猎，有些禁忌你得记住了，初一十五不上山。赵占山拖着虚弱的身子，将这大山上的禁忌和注意事项，包括用什么陷阱、抓什么猎物、如何布置陷阱，大概的都和李青山讲了一遍。讲到最后，咳嗽声不止。爹，大夫说了，你的身子要少说话。好好好，不说了不说了。青山，你记住了，这山上最可怕的不是野猪黑毛子，是人，一定要小心其他人。李青山，你跟我来。赵山杏说完，便走出了门。李青山紧跟着也走了出去。山杏，怎么了？我爹在山上伤了后，猎枪不知所踪，家中的大部分东西都拿去卖了治病，如今还剩下这一条狗，是我爹无论如何都舍不得卖的。这次你上山，就把它也一起带去吧。猎犬。李青山的目光朝着一旁的狗舍望了过去，脸上顿时闪过一抹兴奋之色。一个上山的猎人，身边的猎犬也是必不可少的。占山叔的这只猎狗是本地的猎犬，也叫大笨犬，浑身毛发发黄，嗅觉灵敏，是一条头狗。经过占山叔的常年训练，这只狗已经成为低头象，可以根据地面上猎物残存的气味去追踪猎物，是猎人梦寐以求的宝贝。猎犬一般分为头狗、快帮、重托3种类型，一只低头象就已经是猎人梦寐以求的宝贝了。若是能够凑出一窝来狩猎老林子里面的野猪，那都不在话下。山杏，你确定这狗你要让我带上山？带去吧，只是可惜了我爹的那把猎枪，要是没丢的话，你倒也不至于只背着一把弓上山。上了山后，切记别和别的猎人交流接触，等到以后有枪傍身了再说吧。赵山杏走到大黄身边，摸了摸大黄的脑袋。大黄，去吧，跟着他走。大黄，来。这条头狗小时候李青山还抱过，加上赵占山救过自己的性命，所以李青山和赵占山家的关系还不错，经常也会来往。大黄也是熟悉李青山的。大黄呜咽2声后，便真的一路小跑到李青山脚跟，开始蹭着李青山的脚腕。这次上山，若是有大黄帮忙，总归是要比自己上山狩猎容易许多。山杏，你爹有救了，你爹有救了！就在这时，一道青年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，是同村的王坤匆匆跑来。此刻他手中还捧着一颗血淋淋的东西。
山信，你看，500斤野猪的心，刚刚宰杀出来的，还没超过2天。300斤以上的都算是大物了，500斤，那皮得多厚，得多吗？山信，之前你可是给猎户们放出过话的，谁若是能给你带来一颗死了3天内的500斤野猪心，你就陪谁睡1个月，这话可还算数？算，拿来。赵山信点头，将王坤手中500斤的野猪心脏接了过来。王坤搓了搓手，脸上流露出一抹期待之色，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，山信，今天晚上咱们是在你家，还是在我家？”山信，这怎么回事？大夫来看过我爹，心脉受损，开了一个药方，药材倒是都配齐了，但是需要一味药引，就是500斤以上野猪的心，而且必须要死了3天之内的才行。家中的钱都用光了，无奈之下，我才只得出此下策。事情都过去1个多月了，王坤是第一个来的。闻言，李青山望着赵姓手中的猪心，仔细观察了一阵，便发现了猫腻。可是这猪心不过是300斤的猪心罢了，哪里是什么500斤的猪心？不过是注水的小伎俩，稍微撑大了一些罢了。李青山，你一个村子里的二流子，知道什么？上过山吗？打过猎吗？不知道就别瞎说。这就是500斤野猪的心，肉已经拉出村卖了。要是不信，就去打听打听。野猪上了500斤后，心脏外面会分泌一层黄色宛若丝线一般的条纹，叫肉黄糖，才能让500斤野猪的心成为药引，有了药用价值。你自己看看，你这猪心上可有这东西？李青山话音落下，赵山信目光朝着王坤望了过去，眼神中闪过一抹质疑之色。肉黄糖？李青山，你小子胡说什么？哪有这种东西？山信，给你爹开药方子的这个大夫，肯定是知道肉黄糖的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就去再寻那大夫去问问，是不是只有肉黄糖才能做药引？好，我这就去问。赵山信点头应下，这毕竟不是小事情，若是用了没有疗效，非但会搭上自己的身子，按照那药方抓的药，也是价格不菲。他家中的情况，很难再有钱去抓第2次的药了。山信，你这是不信任我？好，既然不信任我，那我也没必要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了。这野猪心啊，我去喂狗。王坤背后冒出一身冷汗，抢过赵山信手中的野猪心，便气急败坏地离开了。王坤的如意算盘被李青山戳穿，这个梁子是结下了。赵山信望着离开的王坤，一切都已经明了，不打自招。若不是有李青山，他可就损失大了。青山，谢谢了。你是怎么知道肉黄藤的？师傅教的。你还有师傅教你学医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这师傅在山上住，不过前一段时间离开了，不知所踪，但是教给我的一身医术却留下来了。对了，那大夫给詹山叔开的药方子呢？能不能给我看看？算了吧，你这个年纪肯定没有赵大夫的医术高，肯定也看不出啥。对了，今天你揭穿了王坤的诡计，他肯定要记恨在心的。他家也是猎户，以后你上山的时候免不得要碰上，一定小心。好吧，大黄，走了。随后李青山一人一狗上了山。就在李青山刚刚走出村子的时候，一道浑厚的声音突然在李青山身后响起。转身望去，身高1.9米，生的铁塔罗汉般的李大壮，手拿一把红缨枪，火急火燎地朝着李青山追了过来。山哥，山哥，大壮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还把你爷的红缨枪也拿出来了？山哥，走啊，去打猎啊！你小子怎么知道？嘿，昨天下午准备找你去玩的时候，在你家门外听到的，我就赶紧回家准备去了。你看，我家的腊肉都被我偷出来一块，等到了山上咱们吃。望着李大壮布袋里面的腊肉，李青山暗自咽了口水。我上山打猎确实需要一个帮手，大壮，我从小就看你骨骼惊奇，走吧。老林子的路可不好走，崎岖陡峭，大日头挂得很高。李青山和李大壮呼吸沉闷，宛若行走在一处蒸笼里。远处灌木丛内，时不时传来稀稀疏疏的声响。不过李青山和李大壮却并未停留，依旧朝着前方赶。山哥，这次咱们上山几天？这次咱们是第1次上山，时间还是别太长，大概4、5天吧。要是提前将猎物打到了，咱们就提前回去。对于眼前广袤无垠、不知深处的原始老林子来说，10公里只能算是他的边缘了。下午5点多，李青山和大壮才到地方，找到一条小溪流旁边才停下来。就这里了吧？附近的动物总归要到这里饮水的。腊肉呢？哦，大壮连忙从布袋子里面将腊肉取了出来。山哥，这腊肉咱们现在就吃？吃？干嘛不吃？咱们在老林子里面还能缺少肉吃吗？赶紧的，先把腊肉吃了，补充体力。待会我带你去抓猎物。嘿嘿，山哥，我脑子是没你聪明。山哥说的对。大壮觉得李青山说的很有道理，便将手中腊肉递给了李青山。李青山也不客气，用柴刀劈成2半，另外一半丢给大壮，然后将布袋子里面的玉米面和凉水拌了拌，就着煮熟的腊肉，大口吃了起来。走了1天的路，这顿饭吃得很香。吃过饭后，差不多就6点了，天黑一降温，动物就出来了。咱们守着这条溪水，肯定是能有一些收获的。大壮，你去砍一些较直的树枝回来，
咱们晚上要在这里过夜，我去沿着小溪边走走，看看有没有猎物，也给咱们大黄开开荤。李青山摸了摸旁边大黄的脑袋，好。大壮点了点头，拎着柴刀便朝着旁边走了过去。李青山则是将猎弓取下来，顺着小溪朝着下流走，眼神敏锐地观察四周。突然，李青山发觉自己胸口的玉葫芦微微发烫，还未等到李青山来得及反应，身边的大黄便宛若离弦之箭，一道黄色狗影便窜了出去。这玉葫芦是师傅留给我的宝贝，有灵性的物件，看来前面有情况。随即，李青山不再犹豫，循着大黄的方向，手拿弓箭快步赶去。果然，草丛后不远处的河边，是一只肥大的野兔正在喝水，大黄已经扑了上去。大黄的速度很快，野兔的速度也快。大黄一阵猛追之时，李青山眼疾手快，拉满手中长弓，下一秒，一支长箭破空，瞬间洞穿了野兔脖颈。大黄叼起野兔便朝着李青山跑了过来，晃了晃脑袋，不断蹭着李青山的裤腿子。李青山蹲下去摸了摸大黄的脑袋，表现得不错，咱们再往下面走一走，天黑之前回来吃肉，少不了你的。5分钟后，李青山将处理好的野兔子挂在腰间，继续顺着小溪朝着下游走，摸了摸胸口的葫芦吊坠。刚刚为何这葫芦吊坠会突然发热一下？难道他能察觉到猎物？咦！就在李青山刚走2分钟时，胸口的葫芦吊坠竟然再一次微微发热起来。前方40多米的地方，正有一只比刚刚还要肥硕的野兔子在啃食水边鲜嫩的青草。这么神奇！李青山立马弯弓搭箭，一箭射死兔子。完事后，李青山摸了摸自己胸口的玉葫芦吊坠，这东西难道每次发热都能给自己赐福，让自己更加幸运不成？5分钟后，李青山将第2只野兔子也处理了干净，便继续沿着小溪朝着下面走。大黄突然窜了出去，李青山甚至还未反应过来，便见大黄已经将一只野兔扑倒在地上。大黄，行啊，等这趟回去了，给你物色个小母狗，开心开心。随后，李青山直接拎着第3只野兔子，朝着来时的路走回了营地。大壮气喘吁吁，此时已经砍了不少木头。山哥回来了，你看这么多木头够不够用？够用了。我去，山哥，真是野兔子啊！废话，还能是假的吗？刚刚射到的。山哥，你出去还没1个小时吧？这就能收到3只野兔子，怎么做到的？山哥真猛啊！运气好，赶紧的，你去挖个坑，这野兔子都处理好了，等会咱们烤了直接吃，还有内脏什么的，掏出来给大黄加餐。我去搞个趟子房，你这边忙完了过来帮忙，咱们要在这里住上几天的，不能直接睡在地上。好，那我先去把兔子烤上，待会就来帮你。大壮眼中闪过一丝崇拜，他觉得从今以后打猎的事情，山哥说什么自己就去做什么。前世李青山见过不少趟子房，经验丰富。这次天快要黑了，时间紧，李青山建造出来的趟子房大概也就5个平方，勉强睡下2个人。等到明天早晨打猎一波，中午的时候在旁边重新建造一个大一点的趟子房，这个小趟子房可以用来存放一些猎物之类的。转眼天就黑了，老林子里的夜晚充满了惊悚和恐怖。好在篝火已经点燃，在这危险惊悚的黑夜中，增添了几分安全感。李青山和大壮一起上手，终于将一个简陋的趟子房建造完成。山哥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，咱们村子的詹山叔还有其他的老猎户，恐怕都没你这手艺啊。明天中午再去砍一些树枝和藤蔓，造个更大点的出来。走，把那3只野兔子全部烤了，犒劳自己。啥？3只全吃了？山哥这么奢侈？这大热天的，咱们要是不尽快吃了，恐怕也就臭了。再说了，老林子里面猎物多的是，吃完了咱们就在打便是。都听山哥的。随即2人便去篝火前开始炙烤野兔。大黄早就吃饱了肚子，此刻正蹲坐在一旁酣睡。林子内各种怪异的声音都有，听起来极其瘆人。没多久，3只野兔便散发出香喷喷的烤肉香味。李青山和大壮暗自咽了口水，当即开始大口撕咬起手中的兔肉。次日天还未亮，大概凌晨2点，李青山便睁开眼，顺便将大壮也给喊了起来。清晨是练功的好时机，也是狩猎的最好时间段。大壮，你再去砍些树枝回来，要直溜一些的，我打套拳，然后就出去狩猎。大壮点了点头，便拎着柴刀去砍树枝了。李青山长呼一口气，开始打拳。时间1分1秒流逝，大壮砍了不少的树枝回来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天快亮了，收拾一下，咱们出发，10点钟之前回来。好，山哥，你说咱们今天能打多少猎物？要是上午还能打3只野兔子就好了，真香啊！3只野兔算什么？今天老子给你打只狍子。这一次，李青山依旧准备沿着小溪走一圈，然后再去其他地方看看。结果还未走到小溪，李青山就察觉到胸口的葫芦吊坠突兀的热了一些。一只肥硕的野兔正在吃河边鲜嫩的青草，看这体型，绝对比昨天晚上打的3只野兔都要大，都快要接近6斤了。娘嘞，这么肥的兔子啊！李青山长弓拉满，一箭放出，锋利的箭没入野兔的颈部，直接将其钉死在地上，4肢不断抽搐着。啊，中了！山哥，你瞄了吗？为首鼠耳，
小意思了。下一秒，大黄冲了过去，屁颠屁颠的将野兔子叼了回来，放在李青山的脚边，吐了吐舌头，表情也兴奋无比。山哥，昨天那3只兔子，你都是这么打的？李青山摸了摸大黄狗的脑袋，也不是，有一只是大黄抓到的。得了，我还不如一条狗。来，我教你处理一下兔子。咱们这一趟处理野物的尸体，还有扛野物都得你来干。那是自然，都听山哥的。山哥让我去锤熊瞎子，俺也二话不说。李青山将野兔是如何处理的，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，全部告诉大壮。兔子处理完后，便直接丢给大壮，二人一狗继续沿着这条小溪流，小心翼翼地朝着下流的方向游走，寻觅猎物。10分钟后，李青山胸口的葫芦吊坠又是微微发热，前方一只野兔正在品尝地上鲜嫩的青草。山哥，怎么又是野兔？老林子里面只剩下野兔了不成？有野物就行，一只野兔4毛多，咱们一天要是能打10只，那可就是4块多钱，能买40斤大米。山哥，我都好久没吃过大米饭了。不过，山哥，这野兔也太远了点，估计有70米了吧？能射中吗？李青山这把弓的有效射程只有50米，过了50米后力量锐减。之前李青山最多猎杀的是40米的猎物，与70米完全不是一个难度的。但下一秒，李青山瞬间出手，长剑飞射而出，空中划过一道弧线，稳稳地落在野兔的颈部。大黄紧接着冲出去，将正在抽搐的野兔叼了回来。我爹娘嘞，神了，真神了啊！山哥，我感觉你比詹山叔还要厉害啊！兔子处理掉，咱们速度快点。清晨是猎物最多的时候，过了清晨就没什么机会了。大壮连忙点头，手起刀落，开始处理野物。处理好后，二人一狗继续上路。刚走不过3分钟，大黄似乎闻到了什么，转头咬了咬李青山的裤脚，便朝着前面一路小跑起来。这次终于换口味了，呵呵。野鸡，野鸡还是2只？大壮惊讶之际，惊呼声惊扰了野鸡飞向空中。李青山淡定深呼吸，张弓蓄力，2支箭破空而出，2只野鸡先后落地。你是射击英雄传，弯弓射大鸟啊！山哥牛逼！大壮将野物处理好后，便和李青山一起继续上路。刚开始顺着小溪寻走，后来又扎入林子里开始寻找野物。大概早晨7点多的时候，李青山便和大壮回来了。猎物太多，都快背不动了。大壮，清算一下咱们这一上午的收获。娘嘞，发财了，真是发财了！山哥，这次回去，老家那老犊子肯定不敢再说我不务正业了。没一会，大壮便将猎物数清楚了。山哥，一个上午的时间，野兔11只，野鸡5只，花面狸1只。山哥，咱们发了啊！这么多猎物差不多了吧？咱们什么时候回村？回去干嘛？这才哪里到哪里，加起来都没有100斤肉呢。一路上光是咱俩吃都给吃完了，回去也剩不下多少了。待会你把那兔子剁成小块，放在水壶里，然后放在火堆上面煲汤。都听山哥的。大壮虽然有些舍不得吃，但这些都是山哥狩猎的，山哥说怎么办，那就怎么办。山哥，早知道把二壮也带出来了，这么多猎物，我一个人都拎不过来了。说得对，下次把你弟也带出来，人多了可以带个锅出来了。酒足饭饱，下午温度降低了一些后，2人再次出发狩猎。到了小溪流后，便继续沿着之前的路行走。10分钟很快过去了，怎么没野物了？山哥，这才过去不到10分钟吧，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有野物？大部分猎人进山1天都不一定能遇到几只野物的，最后说不定1只野物都猎不到。咱们早晨可是猎了不少，这附近野物少了也很正常。大壮这话说的也在理，可是李青山胸口的玉葫芦吊坠又微微发热了。大壮，看前面，狍子。山哥，既然是狍子，咱们运气也太好了。大壮，你带着大黄不要发出动静。李青山提醒了一声后，便悄无声息地朝着狍子靠了过去。正在啃食青草的傻狍子没有丝毫察觉。50米、40米、30米，到了。拉弓，满月，一道破空声响起。李青山手中的长剑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，精准贯穿狍子的颈部。狍子脚下一个趔趄，没跑2步，便直接跌倒在地上抽搐起来。走，山哥，你也太厉害了，这么一把弓，连狍子都能拿下。不过山哥，这狍子怎么处理啊？看好了。李青山拎着柴刀便开始上手，很快便将眼前的狍子临时处理个干净，主要是给狍子放血，以防影响肉质。等回到烫子房后，统一将皮给剥下来，一剑直接命中的脖颈。这种剥下来的狍子皮是最为上乘的，卖个15块钱应当是没问题。还得在烫子房旁边挖个地窖，下次来的时候带些盐巴出来，这样可以让肉存放的久一些。山哥，这狍子太重了，咱们先扛回去吧。也行。李青山点了点头，大壮当即扛起60斤的狍子。2人先回了一趟烫子房，将狍子和野兔放好，这才继续出发。这一次李青山的运气就没这么好了，顺着小溪走了一趟，也没发现野物。就在李青山准备离开小溪流去钻旁边老林子的时候，胸口的玉葫芦吊坠突然微微发热起来。又有猎物。李青山目光连忙朝着4周环顾，
山哥，看啥呢？嘘，安静片刻。李青山和大壮立刻发现了声音来源处，目光所视，两只野狍子正朝着李青山和大壮这边跑来，其中一只野狍子的身上还残存着一些血迹，不知道如何受伤的。大壮，准备好了，我把狍子放进了就射杀，你用长枪干掉另外一个。好。大壮郑重点了点头，潜伏在一旁后，长呼一口气，压制住内心的激动和亢奋，双手握住长枪的手心都开始冒汗了。30米、20米、10米。李青山猛然从草丛中爬起来，烈弓满月，手中长剑离弦而出，放倒一只狍子，紧接着抽出第二支长剑，瞄准第二只野狍子。啊！大壮这个时候也突然冲了出来，手中长枪对着傻狍子的身体狠狠刺了过去，巨大的冲击力搞得大壮几个趔趄，被刺中的狍子直接跌倒在地上，不断抽搐着，死不瞑目。大壮大口喘着粗气，李青山收回长弓。大壮，回去了。哎。大壮郑重点了点头，当即扛起其中一只野狍子，跟着李青山回了趟子房。李青山没想到下午刚刚出去狩猎，3只狍子，1只野兔，这战绩简直绝了。大壮，这猎物有点多了，咱们带不走。你这样，现在轻装上阵，回家一趟，把你弟和你爹喊过来帮忙抬回去。我趁着这段时间在林子里转一转，看看还能不能再猎到一些猎物。行，山哥，要不我这一趟先带回去一些。不行，你轻装上阵，带着长枪，一定要小心周围有没有狼。这次你把大黄也带回去。山哥，不至于吧？现在天黑还早呢，让大黄留下来陪你好了。你看这只野狍子身上的伤口，是狼挠的，这附近肯定是有狼的。待会儿把野物关在趟子房里，只要天黑我就不出来了。但是你没有地方躲着不行，更不能带猎物回去，多少还会有些血腥味，而且影响速度。行，但是大黄还是留下来吧，我和大黄不熟，万一他跑了，我还要去找他。大壮准备好了装备后，便匆匆朝着石溪村的方向赶去。李青山则是将狍子和野物全部搬到趟子房，大门用绳子捆好，拎着猎弓出了门，打算在附近再猎杀一些野物。天色渐渐黑了，这几个小时内，李青山的运气还算很不错，又捕猎到几只野鸡、野兔和花面狸。可惜这一趟没遇到麝鹿、紫雕、狐狸这些高价值的猎物。趟子房外面的篝火还在燃烧，李青山烤了2只野鸡，花面狸煲汤，吃饱后便开始打拳。此时另一边，老林子内一片漆黑，少女王春晓一双白皙的小脚踩在地上划出了血，她头发披散，慌不择路的乱跑，时不时的朝着身后望去。救命！救命啊！完了，今天晚上自己恐怕就要死在这里了嘛！不想死，自己还不想死啊！野兽奔跑的声音伴随着穿过灌木丛的沙沙作响，越来越近。王春晓脚下一个趔趄，当即跌倒在了地上。稀疏的月光下，那只浑身满是黑毛的野狼越来越近，王春晓甚至能够感受到野狼身上传来的腥臭味道。没有任何机会了，我真的要死了！呜呜呜！少女绝望之际，远处传来大黄的狂吠。李青山远远一剑擦伤狼腿，随后他手持柴刀和火把冲了过来。野狼不甘心地发出一声嘶吼，转身离开。王春晓，怎么是你？李青山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在这里打猎，你呢？大晚上的你不在村子里，怎么在这？王春晓是村子里的外来户，不过30年前，从他爷爷那一辈便进了石溪村定居下来。李青山话音落下，王春晓便忍不住痛哭起来。脱离了危险后，心中的委屈在这一刻便全部发泄而出。别哭了，待会把狼召回来，我可就不管你了。果然，说到狼后，王春晓立刻停了下来，只是委屈的瘪着嘴，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，倒是惹人怜爱。在火把的映照下，王春晓胸前崩开的纽扣，一抹雪白的沟壑映入李青山的眼帘之中。不得不说，王春晓绝对是李青山见过姑娘之中最有本钱的。你看什么？嗨，没事，赶紧起来去我房子里躲一躲，别待会儿狼又回来了。刚刚是一只，待会儿说不得便是一群了。那个，我的脚好像崴了，我抱，背你过去吧。随后，王春晓没有多想，趴在李青山的身上，朝着趟子房赶了过去。绝了，极品尤物，就是不知道王春晓这小妮子大晚上的跑到这老林子干什么，还跑得这么远，真不怕被狼给叼走了。趟子房外的篝火燃烧，透过房门照亮了狭小趟子房。王春晓坐在干草上，脸上微微流露出一抹痛苦之色。你脱我袜子干嘛？你不是脚崴了吗？李青山粗糙宽厚的大手将小巧的玉足全部握在掌心之中。王春晓满脸羞红，但随着一道骨头清脆的声音响起，王春晓的脚腕被李青山接好了。来，站起来试试。王春晓半信半疑的从干枯的稻草上站了起来，崴的右脚小心翼翼落在地上，突然发现自己崴的那只脚竟然不疼了。李青山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你还会医术？老林子里面有个老大夫，当初和他学过一段时间，后来这老大夫就去云游了。你这双脚是走了不少的路吧？一个人怎么跑到这里的？可以说说了吧？我爹打算让我嫁给赵爸，我不愿意就偷偷跑了出来，
结果不小心在老林子里面迷了路，就只能在老林子里面漫无目的找路。谁曾想晚上还遇到了野狼，若不是你及时出现，我恐怕已经死了。赵爸，那不是咱们村支书的儿子吗？怎么你不愿意？当然不愿意了，我要是愿意的话，怎么可能还跑出来？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要是不回去的话，还能去哪里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感觉走到哪里就是哪里，反正别管哪里，都比嫁给赵爸那个人强。王春晓，这里是老林子，除了咱俩就没有其他人了。我是个男人，你是个姿色不错的姑娘，还是个黄花大闺女。你说，我要是在这里要了你的身子，会有人知道吗？李青山语气平静，却将眼前的王春晓吓了一跳。姑娘的身体又是一僵，失去了控制一般。李青山要是在这里要了自己的身子，自己好像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王春晓，你怕不怕？现在是什么世道？你一个姑娘家便敢一个人跑出来，以后还敢这样偷跑出来吗？不敢了。可是我也不想嫁给赵爸啊。这件事情并不算是什么难题，主要是看你愿不愿意努力。只要你愿意努力，我保证你不会嫁给赵爸。但是你得听我的话，怎么样？你真的有办法？王春晓脸上闪过一抹惊喜之色，伸手抓住李青山的胳膊，就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。那代价呢？你帮我的代价呢？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等我帮到你后，随你吧。你愿意回报我什么，就回报我什么。当真，就算是回报给你一斤红薯也行。都说了，随你。放心，我肯定不会只回报给你一斤红薯的，到时候肯定不会让你失望。王春晓一双美眸之中流露出一抹复杂金光，本躁动的心逐渐被抚平，安全感满满，有男人依靠的感觉，真好。趟子房外突然传来一道响亮的狼嚎声，这让原本就受到野狼惊吓的王春晓浑身一颤。狼，李青山，外面有狼。大黄，进来。李青山对着外面的大黄喊了一声后，大黄便匆匆跑了进来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李青山还是将趟子房大门关上。没事，外面篝火还在烧着，那群畜生不会靠近的。这2日你吃东西没有？吃的丢了，已经1天没吃了。王春晓肚子顿时传来一阵咕咕的声音，有些不好意思。李青山笑了笑，然后便从旁边拽出一只扒了皮的野兔。来一只。野兔。王春晓眼前一亮，美眸中流露出期待之色，匆忙从地上爬起来，蹲在火堆旁边，看着李青山给自己烤兔肉。李青山，我给你揉揉肩。王春晓按着摩，不断在李青山身后咽口水。李青山见兔子差不多熟了，便又撒了一些盐巴，这才给王春晓递过去。好像啊。一只烤兔子很快被饿了一天的王春晓吃干抹净，然后看向李青山的眼神中满是复杂，似乎在想自己应该回报些什么呢？石溪村，大壮一路狂奔，回到家时浑身上下已经被汗水浸湿。他一脚踹开院门，坐在堂屋内的大壮父母猛然站起身来，心中悬起来的一颗石头终于落了下来。臭小子，你还知道回来？爹，别说了，二壮呢？在睡觉呢，干嘛？大壮爹话音落下，便见大壮直接冲进二壮的房间，紧接着便听到一道清脆的巴掌声，伴随着的还有一声惊叫。二壮正在熟睡，突然来了一个大比斗，整个人都懵逼了。穿上衣服，跟我出门，快点！龟儿子，你要干什么？5分钟后，大壮将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全部和老爹以及二壮说了。房间内一片沉寂，一家人相互对视一眼。大壮爹不相信，娘不相信，二壮也不相信。你才进山几天啊？怎么可能受到这么多野物吧？就算是咱们村子的赵占山，也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么多的野物吧？爹，这件事情骗你们做什么？赶紧跟我上山。这天气，猎物虽然处理过，却也放不了几天的，尽快将猎物带回来卖了才是。爹，这件事情我要是骗了你，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和山哥上山了，这下可以了吧？行吧，这可是你说的。老林子，趟子房中，就在王春晓想着回报给李青山什么的时候，趟子房外突然传来一阵雨打树叶的声音，清脆悦耳，但是在李青山听来却不是一件好事情。趟子房外的雨水逐渐大了起来，外面燃烧的篝火也迅速被雨水浇灭，只剩下趟子房内微弱的木炭红光。一阵阵狼嚎声在外接连响起，紧接着便是狼群穿过灌木丛的摩擦声，数量似乎颇为不少。李青山，狼来了，只要不出去，想必不会有事。李青山听着外面的动静，大概估测有10来只狼，好在有趟子房在。就算是这群狼将趟子房扒出一个洞来，那也无妨，只要自己守住缺口，就能让这群狼进来一个死一个。就在这时，趟子房的木头墙壁传来一道沉闷的声响，是野狼的爪子刨在了木头上。这群畜生闻到了人味，今天晚上恐怕都不会离开。但外面的风雨实在太大，王春晓的身体因为寒冷开始微微站立起来。李青山见状，伸出手臂，直接将王春晓搂入怀中。王春晓小鹿乱撞，脸上的红晕一路烧到了耳根。趟子房外，狂风、暴雨、狼嚎，外面野狼嚎叫，随时都有可能给趟子房破开一个洞。可惜了，怀中这么一个温柔似水的姑娘，只能看着，
却不能动。不过人家一个黄花大闺女，肯定不会和自己胡来，还是别乱想了。这群该死的野狼，找个时间非要将其全部猎杀了，才能解了自己心头之恨。时间飞逝，刺眼的阳光透过烫子房的缝隙落在李青山和王春晓的身上。昨日大雨停下不久，这群野狼毫无收获，便悄然离去了。昨天晚上多谢你了，王春晓，我可是救了你一条命，你打算怎么谢？你想要什么？还没想好，以后再说。一大早，李青山煲了汤，烤了4只野鸡。火堆前，王春晓望着灼烤喷香的野鸡，一双美眸之中满是期待。喂，真香。王春晓，一会儿你是跟我一起去打猎，还是在烫子房里面待着？我跟你一起。一夜的大雨，今日老林子内的空气尤为清新。两人刚顺着小溪没走2分钟，李青山便感觉胸口的玉葫芦玉佩微微发热。果然，前方的小溪处，2只花脖子野鸡正在交配。李青山，你看，那2只山鸡正在打架，不过这么远能打中吗？能打中，不过这个时候出手有点不道德。不道德？为什么啊？人家正在为下一代做努力，我要是在这个时候一箭把他婆娘或者男人给射死了，是不是有些不太道德？话音落下，便见王春晓的小脸瞬间升起一抹红晕，哪里还会不知道前面这2只山鸡在做什么？2人的距离紧贴，王春晓缓缓闭上了双眼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破空声响起，旁边传来李青山惊喜的声音：“射中了！”哼，臭男人，榆木疙瘩脑袋。王春晓睁开眼，望着李青山冲出去的背影，心中忍不住升起一抹失落和委屈，娇嗔一声，紧紧跟在李青山身后也追了出去。一箭射中2只，常规操作。李青山说罢，便手脚麻利地将这2只山鸡处理干净。李青山，这2只山鸡我拿着吧。好。李青山点头，将2只一共5斤多重的山鸡递给了王春晓，便顺着小溪继续朝着下游走去。5分钟后，一支长箭飞出，正中前方的一只花面里。喂，这么准啊！此刻，王春晓看向李青山的眼神中，更多了一份对于强大汉子的崇拜。就算是村子里比较有名的猎户占山叔，那也没有这样的手段，这么远都能射中。这要是哪个女人嫁给他，以后还不得3天2头吃肉？整个石溪村，就是村支书的家里，也没有这个水平啊！李青山这一趟是早晨6点钟出去的，9点钟左右便回来了，以防大壮带人回来找不到自己。虽然只出去3个小时，但收获却不少：3只野鸡、3只野兔、1只花面狸，这些东西加在一起，足足有30-40斤重。咦，又来猎物了！就在李青山带着王春晓回去，即将到烫子房的时候，胸口玉佩竟然再次微微发热起来。李青山朝着王春晓压了压手，悄然朝着前方靠近。果然，一只浑身棕黑色的野物正在前面草丛之中寻觅猎物。毛狗子，毛狗子也叫狍子，皮毛是制作球衣皮草的好材料，价格颇为不低。这一只毛狗子至少有6-7斤，绝对是成年的，而且这玩意还是犬科动物。又有野物。有些猎人上山一天，可能运气不好都遇不到1只野物。李青山是用了什么手段？怎么会有这么多野物？还未等到王春晓抱怨猎物太多，根本拎不完的时候，李青山手中的长剑便已经嗖的一下飞出去，50多米的距离，一剑命中脖颈。这毛狗子当即朝着远处跑了2步，很快跌倒在地上，开始抽搐着。王春晓望着去拎猎物的李青山，小嘴微张，脸上满是震惊。太厉害了吧！上午9点，太阳已经缓缓升了起来。李青山将猎物放在小烫子房内，便准备小憩一会，等着大壮回来。王春晓柔软的娇躯则是躺在李青山一侧。李青山，你今年也不小了吧？家里有没有给你说亲事？没有，我们家哪有姑娘敢嫁进来？我嫂子都被李老屯欺负成什么样了？你爷这么欺负你们，就没想过分家？再准备了，时机成熟就分家，不然我这辈子都娶不到媳妇。李青山一边说着，一只手悄无声息落在了王春晓的大腿上。王春晓浑身微微一颤，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你爷太偏心了。随即，王春晓和李青山开始聊起了各自原生家庭的不幸，但李青山的手却从未停下。王春晓也不点名，只是脸越发红了起来。此刻，老林姊妹一队人马正在匆匆朝着烫子房的方向靠近，正是大壮、二壮、大壮爹3人。烫子房外传来大黄欢快的犬吠，伴随而来的还有大壮的声音：“山哥，山哥，我回来了！”娘的！李青山在心中忍不住一阵骂娘，也只得从烫子房内走了出去。果然，迎面而来的是大壮一家。山哥，我爹和我弟都来了，人手够了吧？咦，王春晓。王春晓从烫子房内走出来。春晓，你怎么在这？这荒山野岭老林子，一个姑娘家出现在这种地方，还是和一个男人在烫子房内，实在是太容易引起别人的联想了。特别是大壮爹看向李青山的眼神中，夹杂着几分复杂之色。这小子可以啊，王春晓那可是村子里有名的3朵村花之一，竟然让这混小子给得手了。这要是让春晓他爹知道，还不得被气死？好好的大白菜就被猪给拱了。
李青山见状，便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知了大壮和大壮爹。大壮爹也开口劝了劝王春晓：“放心吧，这次我回去不乱跑了。不过也不可能嫁给赵爸那种人啊，不乱跑就好。一个女孩子家太不安全了。青山啊，大壮说你们猎了不少的野物，在哪里呢？说，走吧。”李青山朝着大壮使了个眼色，二人将小趟子房打开，然后将小趟子房内的野物一个个全部拽了出来。野兔、野鸡、花面狸，这么多啊！大哥没说谎，真的打了这么多野物。你们两个小子怎么打这么多野物？小看你们俩了，这野兔和野鸡都有10几只了吧？还有花面狸、耗子，这些野物加起来，若是在集市上卖出去，也能卖上个好几块钱了。对于农村山村的村民来说，这已经是一笔丰厚的副业收入了。李青山把60多斤的狍子砸在地上，大壮爹和二壮震惊：“狍子，这两个第一次上山打猎的，还打到了狍子。乖乖，这一只狍子加上狍子的皮，可就能卖上10几块钱嘞！这俩小子是怎么做到的？”一只狍子还不算完，大壮爹和二壮眼睛瞪得老大。紧接着，李青山又把第2只和第3只狍子丢了出来。这都是你们打到的？不是我们，是山哥。这些猎物都是山哥射死的，我就帮忙拎着而已。青山，你什么时候学的射箭？而且就这2天，你们怎么遇到这么多野物的？爹，你是不知道山哥的厉害，50米之内的野物百发百中。我感觉我山哥就是这10里8乡最厉害的猎户了。爹，我记得咱家还有个表妹未婚吧？不妨给我山哥介绍介绍，以后绝对能过上好日子。哥，你说青莲表妹吗？上个月我才在宋家村见到表妹，老姨夫还问我们村有没有合适的年轻小伙子呢。山哥，我家青莲表妹长得可水灵了，你要是见到了，肯定也喜欢。望着地上的猎物，此刻的二壮心中对李青山也是满满的崇拜。然而话音落下，便见站在一旁的王春晓面色有些怨气。大壮爹察觉到，当即对着自家俩儿子狠狠瞪了一眼：“就你们话多，自己的婆娘还没弄明白，就想着给别人介绍了，先管好你们2个单身汉自己吧。”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，挠了挠头，升起一抹尴尬。青山，就凭咱们几个人，这么多野物可不好带回去啊！现在要是再回村喊人，肯定又要耽搁不少时间了。咱们只带着肉回去，5个人想必是够了的。这倒是可以。随即大壮和大壮爹他们在李青山的指挥下开始忙活起来，剥皮、剔骨，几只野鸡和野兔很快放在火堆上炙烤起来。二壮一脸期待地望着烤兔肉：“真香啊！我都大半年没吃过肉了。你看你那点出息。”李青山将烤好的野兔和山鸡给大家分了，这绝对是二壮和李才这辈子吃过最香、最值得回味的一顿饭。吃饱饭后，5个人拎着肉回到了石溪村。村头不少村汉、婆娘正在胡砍吹牛：“咦，你看那个，好像是李青山那个二流子的。听说这小子要上山打猎，这身上扛着的不会是打到的野物吧？”“啊，不可能吧，这么多，村子里的老猎户都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内打这么多野物。李青山这个二流子怎么可能？”“哼，就凭李青山没死在山上就不错了。”赵贵的儿子赵强脸上升起一抹怨毒，他家欠了李青山37块钱，李青山欠了李虎37块钱，要是李青山死在山上就好了，他家就不用还钱了。李青山和大壮等人背着肉走来，村头一众人瞪大了眼睛：“哎呦，李才，这些都是你们打到的，深藏不露啊！平日里倒是没看出来。”李铁匠第一个上前，周围其他的村民们也都纷纷围了过来，对着李青山和大壮等人指指点点，脸上满是羡慕和嫉妒。“哈哈，我们哪有这个本事？这些野物都是青山打到的，现在要全部送到青山家里，我们就是帮忙去把猎物抬回来而已。”“哼，这个二流子什么时候会打猎了？我看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偷来的吧。”“青山，这野物不会真是你偷的吧？要真是偷的，赶紧给人家送回去，还有挽回的余地，要不然人家带着政府找上门来，可是要坐大牢的。”“亲，我还以为是自己打的呢，原来是偷来的。咱们村怎么出了这么一个败类？”周围村民议论纷纷。李青山没有说话，而是仔仔细细地听着谁在说什么话，谁在落井下石，谁在为自己说话，这些都将会影响自己日后对这些邻居的态度。李铁匠、赵木匠、豆腐西施都在说李青山不是偷东西的人，而麻子婶、赵强、赵有田这些人则是一口咬定李青山不是个好东西，这些东西都是偷来的。“放屁，这些都是山哥自己打的，我能作证。”“我也能给李青山作证。”李青山见时候差不多了，直接上前一步抓住赵强的衣领，防止其逃走。“赵强，你给老子我过来！”“李青山，你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可不怕你，你莫要以为威胁我，这些野物就不是偷来的。”“赵强，你凭什么说这些野物是我偷来的？”李青山语气中夹杂着一抹怒火道：“这个家伙和他爹赵贵一个德行，不是啥好东西。你一个二流子，怎么可能会打猎？这些肯定是你偷来的。
除非你证明给大家看，这些东西不是你偷来的，我们就相信大家说，对不对？对，说的对。青山，除非你证明给我们大家看。赵强，我还说你偷了我家100块钱呢，现在还给我。李青山，你别冤枉人，我没偷。那你证明给我看，你没偷。我没有。那你怎么说这些野物是我偷来的？你是不是诬陷我了？前2日你爹诬陷我抢了你嫂子，我没有追究责任。今天你个小狗崽子竟然也敢诬陷我偷人家野物，你们家还真是劣根性遗传，敢诬陷我，老子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李青山话音落下，一巴掌便抽在赵强的脸上，5根通红的手指印便在赵强的脸上浮现了出来。还未等到赵强反应过来，李青山雨点一般的拳头便纷纷落在赵强身上。哎呦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李青山，你还打我，疼疼疼！赵强在地上不断痛苦哀嚎着，一个大男人，泪珠子都落了下来。周围村民见状连忙拉架劝阻。还有谁说我这野物是偷的？现在站出来拿出证据！李青山环顾四周，刚刚诬陷李青山的村民顿时哑口无言，不敢再多说什么。既然大家没有证据，就不要说这些野物是我偷来的。李才叔，咱们回去吧，这些肉得赶紧放在地窖里才行。青山，青山，你等一下，这野鸡能不能给婶的一只？我家孙子现在还长个子，想吃啊。麻子婶突然拦住了李青山，指着腰间的一只野鸡：成啊，5毛一只。啥？还要钱？青山，咱们都是邻居，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，你这次打了这么多野物，给我一只怎么了？再说了，这是我家大孙子要吃的，你这小子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吗？人情世故，你个老娘们刚刚跟着赵强他们一起诬陷老子，别当老子眼瞎没看见。婶子，我李青山还是个单身汉，没媳妇呢。你家不是有2个儿媳妇吗？今天晚上分我一个，让我也过一过当男人的瘾，你看行不行？李青山，你个二流子胡诌什么呢？我家儿媳妇怎么能陪你睡觉？我的山鸡凭什么给你啊？让开！李青山脸上满是不爽，拎着野物便朝着家中赶去。老李家现在已经到了晚饭时间，李老屯伸出筷子挖了一些咸鸭蛋，放在大孙子李青书的碗里，然后自己又挖了一些，舔一口筷子，满脸享受之色。家中老2、老3以及各自的婆娘、孙媳妇柳桂香只能端着手中的红薯粥，在一旁羡慕地看着。三叔，青山已经上山2、3天了吧？算上今天3天了。三叔，老林子里面危险重重，咱们说句不好听的，万一青山没能从老林子里面走出来，你得去找一趟李虎，告诉李虎那新房子不是李青山的，是爷爷要留给我的，不能因为李青山留下来的欠条找到我们身上。李青书宣誓主权，新建的房子得是他的。李三魁本来想开口反驳，却不成想李老屯率先开口，盯着李三魁给这件事情定了调子的。小嫂子柳桂香忍不住反驳：青叔说的对，三魁你听到没有？李青书，青山肯定能安全回来的。他一个第一次上山的新手，还想着能打到猎物，真是痴心妄想。年轻人不知道脚踏实地，还想着学人去上山打猎，这次能回来就够呛，至于什么能打到猎物就别想了，还浪费了咱们家不少玉米面。李青山那小子要是能把猎物打回来，也不要多，能打回来2只野鸡或者野兔之类的，我李青书给他跪下。李青书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，正是刚刚到家的李青山，身后还跟着大壮、二壮等人，每个人的身上都扛着野物，朝着李老屯家中的院子走了进来。李老屯和大房、二房一个个瞪大了眼睛，满是不可置信地望着李青山。青山，这么多野物都是你打的吗？三魁，你有一个好儿子啊，这些野物确实都是青山打到的，真是够厉害的。这么多野鸡、野兔、花面狸、耗子，还有3只狍子呢，这要是拿到集市上卖了，可是能卖不少钱的。弟，你看，这些都是青山打到的，青山有出息了。哦，不就是几只野物吗？真是一点沉不住气，怪不得你儿子一股子流里流气的，都是随了你。青山，你也没事吧？放心吧，嫂子，我没事。李青书，来，给我跪下吧。对，我刚刚跟着来的时候，也听到李青书说了，要是李青山能够打到猎物，就给李青山跪下的。李青书，一口唾沫一个钉，可不能让别人瞧不起你啊！二壮补刀，周围跟着一起来的村民们也纷纷开口议论，李青书的脸色尤为难看。小孩子说话不作数，再说了，我家青书现在还在上学呢，以后说不定是要去政府工作的，怎么能给李青山这种二流子跪下？大伯，李青书今天要是不给我跪下，那就是言而无信。以后政府要是知道李青书是这么一个人，怎么可能还会让他去政府里面工作？你要是不想跪，也不是不行。我记得你不是有半斤红糖吗？拿来给我，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，如何？不就是半斤红糖吗？李青书很识趣地将半斤红糖拿了出来，一脸怨恨地朝着李青山狠狠瞪了一眼，将红糖递过去。这个年代，红糖可是好东西，
李青书这瘪犊子倒是经常喝，都是李老屯这个老东西吸我们三房的血，然后去填补大房。不过李青山也没打算就这么放过李青书这个小王八犊子。接过红糖的时候，一只手对着李青书手上的一个穴位一按，体内纯阳真气调动，狠狠对着手上的这个隐穴刺激过去。李青书突然感觉浑身一软，紧接着便是感觉膝盖传来一股刺痛，双腿无力，直接跪倒在了李青山面前，当众下跪。周围所有人全都懵逼了。哎呀，堂哥，红糖都给了，怎么还跪下呢？不过这红糖我是不可能还回去了。李大奎眉头紧皱，连忙将自家儿子从地上搀了起来。快起来！丢人，实在是太丢人了。周围村民忍不住发出一阵哄笑，纷纷指指点点。李青书恨不得找个地缝赶紧钻进去。这件事用不了多久便会在整个石溪村内流传。李老屯见自己大孙子竟然给李青山这个二流子跪下，脸上登时升起一抹怒火。李青山这次虽然打了一些野物，但是做人要脚踏实地，要沉得住气。老大、老二，去把这些野物都搬到地窖去。那几只兔子和野鸡捡出来炖了，一只给青叔送去做夜宵。这些天学知识要补一补，一只送到我房间来，再炖一只端到大房屋里，一只端到二房屋里，剩下的明天带到集市上全部卖了，钱交给我。李老屯指着地上的野鸡、野兔等野物，已经准备好了分配计划。无论是大房还是二房，脸上都流露出一抹喜色。他们都大半年没尝过荤腥了。弟，那我们三房呢？而且这些野物都是青山打到的，怎么也得给青山炖一只吧？哼，看你养的好儿子，竟敢还让自己的堂哥给他跪下，一点家教都没有，还想吃顿山鸡。青山这小子出门的时候不是带了好几斤玉米面吗？那个还不够他吃的不成？李老屯，这些野物都是我李青山打到的，凭什么要交给你处置？听到此话，李老屯猛然拍桌而起，怒目圆瞪。小崽子，你要翻了天不是？我是一家之主，这个家是我说了算，你打到的野物就是这个家的野物，自然是由我来分配。李三魁，看看你养的好儿子啊，竟然还敢以下犯上了。李老屯，现在是民主，你还在这搞专权，我看你是不想好了。天王老子来了，这野物也是我打的，你们谁也分配不了，谁他娘的敢动老子的野物一下？下一秒，李青山手中的柴刀便狠狠劈在木头桌子上，巨大的声响吓得李家一众人浑身一哆嗦。李青山，你要干什么？还打算动手不成？二伯，你是长辈，我不能对你动手。哼，你小子还知道我是你长辈，刚刚是怎么和你爷说话的？赶紧给你爷道歉。二伯，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，你是长辈，我对你动手不太好，但是你两个儿子和我是平辈，我揍他们没问题吧？还未等到李二奎反应过来，李青山便已经冲上去了，一拳落在李清友的小腹，一个过肩摔把李青鱼狠狠摔在地上，和他哥哥一起痛苦惨叫。老李家的人望着眼前这一幕，吓得脸色煞白。解决掉这两个经常冷嘲热讽自己、仗着兄弟二人欺负自己的家伙后，李青山直接一个侧身上前，一脚朝着李青书踹了过去。李青书的胸口顿时出现一个大脚印子，整个人直接被李青山踹飞了出去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要不是我是个知识分子，动手有辱斯文，一定动手打死你。李青山，你敢打我儿？大壮瞬间出现，护在李青山身前。你敢动我山哥试试，看我不锤死你的！大哥，还有我，谁敢动山哥，我锤死他！大壮和二壮这两个虎背熊腰的家伙朝着这边一站，压迫感十足，顿时让李二奎停了下来，面露尴尬。李青山，你要是不想认我这个一家之主也行，那就给我滚，给我滚出这个家，你敢吗？李老屯这是打算将李青山扫地出门了。李青山这小子又没宅基地，也没房子住，这要是赶出去了，岂不是要睡荒地里去了？这二流子脑子太笨了，后路都没找好，就敢和李老屯闹崩了。你看这下可好，多敢反驳了吧？周围村民见状，依旧议论纷纷。李老屯，这可是你要我滚的。好，咱们明天就去政府办分户手续，我李青山从老李家的户口本上分出去。爹娘，你们走不走？儿子，娘跟你一起走，我儿子去哪里，娘就去哪里。李青山的娘韩秀一咬牙，站到了李青山的身边，紧接着嫂子柳桂香也站了出来。我也走。看着自己老婆孩子，李三魁攥紧拳头，最后还是一狠心做了决定。弟，你有3个儿子，可我只有1个老婆1个儿子，比起你来，他们对我更重要。这些年我对得起您了，可您呢，从来没对我好过。明天咱就去政府分家。这是李三魁在这个家里说话最硬气的一回，李青山看在眼里，心里特别舒坦。好，李三魁，你们翅膀硬了是吧？分家也行，但我告诉你们，家里的钱、房子、地，你们一样都别想拿，
就带上你们那几件破衣服，赶紧给我滚！老三、青山，你们俩现在跟爹认个错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李大奎一看情况不对，赶紧出来装好人。李三奎要是走了，以后家里吸谁的血去？再说那些野味，他们家可都大半年没吃过肉了，实在舍不得。道歉，不可能。不过户口没分开之前，这房子我还就注定了。啥时候分出去，我立马搬走。你们别忘了，赵贵家那房子可是我李青山的，我不是没地方去。再说那地本来就是按人头分的，啥时候成你李老屯的了？你今天给我加5块钱，地我们不要了，行不行？5块钱没有，打个欠条，你要不要？哼，莫地中，我看你们能撑几天，到时候还得回来求我。李青山笑了，打猎天天吃肉不香吗？等到明年公社化一来，有他李老屯哭的时候。公社化来之前，我得提前准备准备。大壮、二壮，把东西搬地窖去，明天天亮前找我，咱们拉去集市卖了分钱。李老屯，明天你也跟着，咱们分家分户，欠条赶紧写给我，我要欠条。大壮、二壮还有李才把野物都搬进了地窖。李老屯气得吹胡子瞪眼，狠狠瞪着李青山，最后还是让李青书写了一张5块钱的欠条，自己按了手印。娘，炖几只兔子和野鸡，晚上咱家跟大壮家好好吃一顿。各位叔叔大爷，都散了吧。李青山把看热闹的村民劝走，接着说：爹，我去一趟詹山叔家，老李家的人要是敢动地窖里的东西，你就来找我和大壮、二壮。放心，有我在，绝不会让他们碰地窖里的野物。李青山说完，提着兔子和野鸡出门，打算给赵占山家送点东西。大壮、二壮和李才也各自回家，等着晚上吃肉。春晓，快回去吧，你爹妈该着急了。山哥，你下次啥时候上山？再去的话，提前告诉我一声。等卖了野物，收拾好新家就去。怎么，你也要上山？那可不行，山上不是女孩子去的地方。我不是要上山，到时候你就知道啦。对了，在山上你说有办法不让我嫁给赵爸，是啥办法？明天吧，等我从集市回来你就知道了。这一趟你帮忙扛回来不少东西，辛苦你了。这只兔子你拎回去。好，我听你的。李青山把一只野兔塞到王春晓手里，自己提着兔子和野鸡往赵占山家走去。这回打猎这么顺利，多亏了赵占山家的大黄狗。李青山去赵占山家的路上，刚好又遇到了准备回家的赵强。赵强，过来。李青山，你叫我干嘛？我可没说你坏话。少废话，回家了告诉你爹妈一声，明天中午之前搬走。要是中午之前不愿意搬走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说罢，李青山也不再管赵强，直接越过赵强离开。赵强回到家后，便将在路上的事情和赵贵两口子说了。爹，咱们真的要搬走啊？咱们去哪里住啊？搬走？这里是咱们世世代代住的房子，李青山让咱们搬，咱们就搬啊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可是爹，咱们这房子不是过户给李青山了吗？过户又能怎么样？我还不信那李青山能杀了咱们全家，只要不杀了咱们就不搬。赵贵语气坚定，旋即看向一旁蹲在角落中吃糠咽菜的王乃香。要不是因为这件女人，咱们哪里用得着沦落到现在的地步？连个男人都勾搭不住，活生生让他给跑了。赵强一把将王乃香手中的饭碗打翻，去把衣服洗了去，不仅仅一点用都没有，还磕死了我哥，真是个扫把星。另一边，李青山还未走到赵占山的家中，大黄便已经冲了出去，对着赵占山的家叫喊着。院子里的赵山信听到了狗叫后，便连忙将院子的大门打开。山信，这次上山打猎的收获很不错，特意来给你们家送些。这些野鸡野兔都是你打到的？当年是占山叔救了我的命，前2日又是你们家将大黄借给了我，这份恩情我李青山不会忘记，快拿着吧。山信，是青山来了吧？怎么不进来啊？躺在床上的赵占山声音有些虚弱，伤势明显加重了一些。不了，叔，我就先走了。爹，是李青山，还带了些野兔和野鸡来。对了，他还说明天再来一趟，给你看看伤势呢。青山这孩子不错，至少还惦记着你弟的伤势，这个年月还能惦记着咱爷俩的人已经不多了。你以后要和这孩子好好相处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爹。赵占山躺在床上，望着狭小窗户外的天空，眼神中满是悲凉之色。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，恐怕他是没有多少时间了。等到自己死了，山信一个姑娘家，在这山村里该怎么办啊？李青山回到家的时候，赵贵和大壮、二壮以及李才他家的婆娘都来了。李才家的婆娘在厨房内帮忙炒鸡、炖兔子。李青山和李三魁同李才家爷仨坐在院子里酒桌上闲扯。李才叔，我想和你说一说，过2天我还要去山上打猎的，到时候能不能让大壮再跟着我一块去？这个要是不让我去也没用，我偷着去。哎，行吧，你想去的话就跟着去吧，但是要注意安全。嘿，放心吧，爹。但我能不能？不能。二壮也想说话，
李才立刻言辞拒绝。一个儿子上山已经让他提心吊胆了，要是2个儿子上山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让他下半辈子可怎么活？二壮，等以后你山哥我的打猎次数多了，经验足了，再带你去。好吧。厨房里饭菜做好，一股浓郁的炒鸡香味便迅速在整个老李家中飘荡。隔着土墙，李老屯闻着外面的肉香，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嘴里骂骂咧咧：败家子，一群败家子！这么好的肉竟然自己吃了，这要是拿去卖钱，能换回多少粮食？哼，等肉吃完了，有他们后悔的。此刻李老屯闻着肉香在房间内急得团团转，大房和二房同样急得不行。李青山炒出来的鸡肉实在太香，让人闻一下都迷糊。爹，我想吃肉。凉的，你想吃，我还想吃呢。孙楠，你一个女人，想必他们会给点面子，你去一趟，看看能不能要些肉回来。爷俩都不出头。李大奎的婆娘孙兰嘴角一抽，无奈点了点头。可是还未等到孙兰走出门，便见二房的房门打开，二房家的媳妇吴秀走了出去，望着李青山桌子上的炒鸡和炖兔子，眼睛都在发光。青山，这鸡是你炒的吧？看起来很不错，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你这辈子都吃不上炒鸡，问这么多干嘛？青山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怎么就这辈子吃不上炒鸡了？二大娘还在这站着干嘛？又没你的碗筷，待会儿我们吃完了，这些鸡骨头什么的你捡起来嗦嗦味，也不是不可以的。好啊，你个败家子，你们就这么吃吧。我看你们把这些肉都吃完了，还能吃什么？到时候别回来求我们进家门，也别求我们施舍。吴秀说完，便气冲冲地回到了房间里。老大家的媳妇孙兰望着外面发生的一幕，也泛起了嘀咕，没敢再去触眉头。一顿饭把老大老二两家人外加李老屯馋得直瞪眼，差点气死。李青山和大壮两家人却是吃得满嘴流油。大壮，明天咱们去集市上卖肉，你别忘了早点过来，把你们家的板车也拉过来。行，放心吧。对了，你端一碗炖兔子去给赵红旗家送去吧，他娘病了，媳妇还在月子里，家里估计也没什么吃的。好嘞，山哥。次日凌晨，李青山缓缓睁开眼，天还没亮，门外大壮已经开始喊门了，身后还拉着一个板车，除了大壮之外，还有二壮也来了。山哥，让二壮跟着一块吧，一路上咱们也能歇一歇。也行，过一阵子咱们买条驴，这样也方便些。然后三个人就赶紧把地窖里的狍子肉搬到板车上，往集市的方向赶。到了集市，周围都是各个村子的人来买卖东西，已经有第一批客人来买东西了。青山的狍子肉很抢手，刚拿出来就吸引了不少人围观。小伙子，你这肉多少钱一斤呀？大爷，现在外面卖的猪肉都要4毛钱一斤了，我这狍子肉和那猪肉没什么区别，只要3毛钱一斤。大爷，你要多少？3毛钱一斤，能不能再便宜一些？大爷，2毛9，你买这母狍子肉吧。咋了？这公的和母的还有啥区别？当然有区别了，这公狍子肉吃了能壮阳，母的就不行。不信你买回去1斤公的，晚上你就看效果吧。给我来1斤，不2斤。小兄弟，俺也要1斤。给我来3斤。周围汉子似乎都有这方面的苦恼，在听到这些狍子肉能壮阳后，纷纷来了兴趣。5点钟左右，天色已经完全亮了，板车上的3只狍子，还有1只狍子已经全部售卖了出去，一共入账50块钱。大壮，这次狩猎你辛苦了，这25块是你的。山哥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就帮忙拎着猎物而已，你给我这么多，我可不敢拿，最多给我5块钱就够了。山哥，下次狩猎你可还得带上我啊！你放心，下次肯定还会带着你的，但是这钱你也得收下。大壮接过钱，留下5块钱，还是把剩下的20强行塞回了李青山手里。山哥能带着我是我的幸运，这是我爹嘱咐我的，也是我自己想说的，我只要5块。卖了货，有了钱，李青山打算带着大壮和二壮两兄弟去一趟供销社狠狠消费一波。路上恰巧碰到自己的老爹，还有李大奎、李青书、李老屯，他们一行人是来乡镇办理分家户口的。早餐店门前，李三奎望着李青山身后空板车。青山，肉这么快都卖完了？价格低，卖的就快。现在乡政府还没开门，走了一路也饿了吧？不如先去吃点早饭。也行。众人走进早餐店，里面人倒是不少，正在忙碌的老板娘风韵犹存，不少汉子都暗自流着口水。老板娘，8根油条，12个大肉包子，8碗粥。食客们震惊看着李青山，乖，吃的这么好。这谁啊？哪位大老板？二壮望着蒸屉上的大包子咽口水。山哥，咱们这吃的是不是太好了？青山啊，咱们有钱了也不能这么花，你还要娶媳妇呢，咱们就吃些窝窝头和咸菜就行了。没事，这才几个钱，咱有钱以后都不能亏待了自己。呵，这小狼崽子就属于年少发财，守不住财的。我看啊，用不了多久，这些钱就要花个一干二净，然后来求爷爷了。管他呢，早点将钱败完，咱们早点看这小子的热闹。待会儿都多吃点，
让李青山这小狼崽子多花点钱。爷，你放心，那肉包子我最少吃2个，再来2个油条，2碗粥。油糖、刀子和粥一共是1块3毛3分钱，给个1块3吧。行，老板娘，快些，都饿了。李青山二话没说，直接将钱掏了出来，数了1块3给了老板娘。老板娘一只柔柔无骨的小手，悄无声息地划过李青山的手指，撩拨的李青山心中升起一阵邪火。老板娘对于李青山这种年轻俊后生也是兴趣满满，这可比他家里那没用的太监强多了。李青山和大壮、二壮、李三魁刚好4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，李大魁和李青书、李老魁坐在另外一张桌子上。就在这时，一位扎着马尾辫、红头绳的姑娘走进了店里。老板娘，1块热豆腐，加些辣子。老板娘麻利地切下1块豆腐，递给姑娘，2毛。哎呀，坏了，今天好像忘记带钱了。老板娘，您看看能不能明天给您。姑娘，我从来没见过你呀，要是老熟人倒是可以。老板娘，我是今天刚到土乡的，您看看能不能透露一下。马尾辫姑娘一脸乞求，一旁的李青书慨他人之康，假装出头。老板娘，不就是2分钱吗？人家这小姑娘长得这么漂亮，明天给就明天给呗。我这也是小本生意，要是明天这姑娘不来了，你给垫上吗？李青书缩了缩脖子，闭嘴了，要他掏钱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李青山见状开口，老板娘，这姑娘的豆腐记我账上。姑娘啊，不要看男人说什么，要看男人做什么。有些人就是嘴巴上说，其实一点用都没有。老板娘说完后，目光还特意朝着李青书瞥了一眼。李青书很是尴尬，此刻周围人看他的眼神都怪怪的。同志，谢谢你啊，不知道同志叫什么名字，回头我好把钱还给你。2分钱罢了，不至于。我叫李青山，别站着了，来坐。李青山朝着旁边挪了小凳子，让姑娘坐进来。我叫徐婉莹。徐婉莹，好名字，一看就是有文化、有涵养，不是我们这穷乡僻壤里能起出来的。你过奖了。李青山的话让徐婉莹颇为受用，心中泛起一抹得意之色。早餐铺内，李青山和姑娘正聊着，就见老板娘把香喷喷的包子和油条端了出来。隔壁桌李青书和李老屯流着口水，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老板娘，这里，这盘放在这里。老板娘把一盘包子油条放在李青书桌子上。老板娘，这肉包子和油条不是我们先点的吗？怎么给他们上了？你们不是一起的吗？不是，我们4个人是一起的，他们3个人是一起的。同志，你要几个包子几个油条？先把钱付一下，我马上给你上来。李青书瞪着眼珠子，还没尝到肉味，下一秒，老板娘直接把包子油条拿走了。李大奎嘴角一抽，李老屯更是气得差点脑淤血。原本就有些年久失修的桌子，竟然被李老屯一巴掌给拍碎了。哼！干什么？咋地啊？把桌子钱给我赔了，2毛钱，快些！傻，这一张桌子要2毛钱？少废话，今天这钱你们不给，全部送到公安局去。说着，老板娘竟然直接拎了把菜刀出来，爷仨立马怂了。李老屯只得将今天准备买猪肉的2毛钱拿出来，给了老板娘。哼，不就是2毛钱吗？爷，这可是咱今天打算买肉解馋的钱，这……闭上嘴，能不能有点志气？丢人！李青山不再去管隔壁桌的李老屯他们，而是拿起一个肉包子塞给旁边的徐婉莹。许同志，你这天天吃豆腐可不行，你看你这身板怎么这么瘦？来，肉包子多吃点。谢谢。大壮、二壮，爹都别瞅着了，赶紧吃啊！随着李青山一声招呼，众人不再客气，肉包子大油条甩开膀子吃了起来。李老屯几人只能在一旁看着，羡慕到牙酸。期间李青山怕大家不够吃，又加了半屉大包子，直到众人欢声笑语，吃到肚子滚圆。就在这时，徐婉莹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连忙起身道：哎呀，坏了，我得赶紧去上班了。许姑娘在哪里上班？现在才早晨6点钟，你上班的时间也太早了吧？咱们土乡的供销社啊，我刚来，需要提前熟悉一下，所以才早点到的。原来你在供销社上班啊，我这还准备去供销社采购一些物资呢，不过供销社还没开门，就在这里等着了。原来是这样，今天你帮了我，我也帮你一次吧。走吧，跟我去供销社。爹，你在这里等一会儿，等到乡政府开门前我就回来，到时候去分户。李青山哪里还会不知道徐婉莹的意思，当即招呼着大壮兄弟俩朝着供销社赶了过去。供销社内，徐婉莹打开大门，放李青山和二壮。二壮走了进来。你们要买点什么？列个单子出来，我给你们拿。行。李青山点头应下，抄起旁边的纸笔便写了起来。你字写的还不错嘞，青山同志，我感觉你应该挺有文化的，不如去土乡的中学试试，能不能应聘上教师呢？以后再说吧，哈哈。青山同志，你买的东西倒是挺多啊，这些日常用品什么的加起来，一共是30块钱。徐婉莹望着清单上的物资，特别是那2双绣花圆口布鞋的成品鞋时，眉头一拧。这家伙难道是有心上人了？难得进城一次，就多买点，麻烦了。
李青山将30块钱递了过去，徐婉莹开始忙活起来。只要是散称的东西，徐婉莹都会多给他一些。东西都罗列好了后，李青山开始将东西搬到板车上。徐婉莹脸有些红，悄悄问大壮：“小同志，那个青山同志是不是有心上人了？”“没有啊，没听说过。”李青山装好东西后便离开了供销社，独自来到了土乡诊所，打算买一套针灸用的毫针。恰巧看到石溪村的村长李胜利也在，只不过对方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的，脸上流露出痛苦之色。咦，村长，青山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买些东西。村长，你这是腿疼？当初在战场上留下来的老毛病了，每隔一阵子就疼，每次疼的受不了就来这里让老华给我扎2针。这时，乡诊所叫老华的老中医来上班了，跟在老华身边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大夫。老华，这么早啊？这位是？这是小婷大夫，也是我家侄孙女，隔壁西医的。刚刚有个孕妇过来生产，就把她从家里喊过来。对了，看样子你这腿还疼得紧啊。是啊，疼得厉害，再帮我扎几针吧。哎，光是扎针的话，这个疼也消减不下去，针拔下来就又疼了。我看你不如让婷婷给你开几片止疼的药片吃一吃。算了算了，我不吃那玩意，还是你扎针好使。你这头犟驴，我看你就是怕花钱。华大夫一边说着，一边打开抽屉拿出毫针，准备给李胜利扎针。李青山突然开口：“村长，要不我给你扎2针试试？别的不说，扎完后1个星期内保证你不疼，3个月后保证你不会复发。”这种顽疾，李青山在前世和师傅治愈过不少，都是那些老军人当年在战场上留下来的隐患。然而话音落下，华大夫和李胜利齐望了过来，眼神中满是质疑。喂，青山，你胡闹什么？这是我们村的孩子，他哪里会什么扎针？胡说罢了。村长，我说真的，你这伤好治，我扎2针就行了。同志，李大叔的顽疾，就连我二爷都束手无策，你竟然说3个月就能治愈不复发，你开玩笑呢？你们做不到的，不代表别人做不到，至少村长这顽疾，我能治好。行了行了，别在这里吹牛了，我二爷莫要说在这县城里了，就是在市里都是鼎鼎有名的，本来应该是市里坐镇的，市里的领导也是3顾茅庐过，不过我二爷恋家，这才没去。可以说我二爷就是当代神医，我看啊，你还是别在这里捣乱了，赶紧出去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又是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走了进来，是隔壁西医的，大概20多岁的年纪，只是看向那位小美人医生的眼神有些不太对劲。当代神医石溪村赵占山的病是不是你给看的？华大夫没有说话，只是将手中的毫针盒子整理好，准备给李胜利扎针。喂喂喂，小子，你听不懂话啊，快些出去。用肉黄藤作为药引确实是好想法，只是配多了几味药材，比如说茯苓、天鱼。李青山话音落下，正在整理毫针的华大夫微微一怔，一双清明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李青山。来，你来说说你们村长这顽疾应该怎么治疗？村长这种情况可能是子弹贯穿伤口的时候伤害了神经，形成了神经病理性疼痛，一旦劳累之类的就会复发，所以要依照不同的方式去刺激穴位，促进本身的修复功能。其实我要和华大夫你扎的几个穴位差不多，可能也会稍微有些差别，但你我唯一不同也是难以弥补的，是我的力道。李青山说罢，也不等华大夫反应，便直接将毫针取了过来，抽出一根，对准李胜利的膝盖便扎了过去。好像有些感觉。一针过后，李青山又补了2针，3针扎完收工。华大夫望着李青山熟练的施针手法，微微一怔：3针就行了。3针足够了。我感觉我这条腿好像真不疼了。青山，你这是从哪里学到的？李叔，你们不会联合起来骗人的吧？不会，这穴位扎得很准，一看就是老手，不可能是假的。切，就是刚好会治这种顽疾，今日又刚巧碰到罢了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孙大夫，你不在你的诊室待着，来我老头子的诊室做什么？华大夫下了逐客令，年轻男大夫摸了摸鼻子，却厚着脸皮没走。华大夫他看得出来，李胜利不像是装的，而且这3个穴位确实是有奇效的。此刻看向李青山的眼神中更是多了几分欣赏。李青山取下针，李胜利在地上走了走。青山，你小子行啊，竟然真的不疼了，这伤可是折磨了我好多年啊。小伙子，我看你对中医一脉颇有天赋，不如拜在我门下如何？什么？大爷，你要收徒？那么多大学生想要拜你为师，还有市里面的领导亲自引荐的学生你都不收，你收他？
不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刚好绘制李大叔的顽疾吗？谁要是能成了华大夫的徒弟，别的不说，整个县里和市里的那几位老中医见到了，都得喊一声师叔了。算了算了，我就是想来买一套毫针罢了，并不想拜师。无妨，这种事情是看缘分的。小伙子，只要你愿意，随时来找我，我收你为徒。这句话在老头子死之前一直有效。我这里还有一套新的毫针，你就拿去用吧。华大夫说罢，从旁边抽屉里掏出一套银针。李青山眼前一亮，您老这里有银针？若是有银针，村长的这顽疾2个月就能好。真的。既如此，这套银针便送你了吧。大爷，那可是。华大夫把银针递给了李青山。好了，送出去便送出去了。还未等到小婷大夫说完，便立刻被华大夫打断，只得闭嘴。这一套银针是华大夫祖传银针，经过一些特殊工艺，无论是材质还是效果，都比普通毫针更好一些。多谢华大夫，你能用上就行。华大夫，多谢你的银针，我就先走了，以后有事情用得到我，你叫我。李青山说罢，便拿着银针匆匆离开了乡诊所，回到了乡政府，陪着自己老爹等待了起来，直到分家手续办完。乡政府外，李老屯拿着手中的户口本，满脸威胁：老三，你可不要后悔。爹，走了。李青山早就推着板车离开了，对着后面的李三魁喊了一声，一行人当即开始回家。回到家后就准备搬家，李老屯3人跟在后面，从一大早折腾到现在，肚子早就饿了，但是那2毛钱却早就让李老屯赔钱给了人家老板娘。终于到家了，老李家全部在外面等候着。老头子，买的肉呢？赶紧拿出来，我还等着下锅呢。此刻，老大媳妇、老二媳妇，还有老二以及2个孙子李清友、李清瑜，全部都一脸期待地望着自己的爷李老屯。他们昨天晚上可是被馋了一晚上啊！这个奶，我也把人家的桌子打坏了，赔了2毛钱，肉没卖。啥？瞬间，整个老李家所有人的目光顿时流露出绝望和愤怒之色。那2毛钱的半斤肉，可是他们解馋的最后希望啊！钱赔了，猪肉也没买到。此刻李家所有人的目光都流露出绝望和愤怒之色，解馋的最后希望也没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旁边一股肉香朝着老李家飘了过来。娘，嫂子，来尝一尝肉包子。李青山拿着肉包子给柳桂香。青山，这包子挺贵的吧？要不还是你吃吧。嫂子，我在集市上吃过了，这是特意给你和娘带回来的，赶紧吃，吃完了咱们好搬家。李青山强行把包子塞给柳桂香，柳桂香当即张口咬了上去。对面老李家的大房、二房和李老屯等人全都一脸贪婪地盯着柳桂香手中的肉包子，恨不得现在就直接将其抢过来吃了。嫂子，别光吃包子啊，噎得慌，来瓶黄桃罐头。李青山从板车上拿黄桃罐头递给嫂子，奢侈，那可是8毛钱一罐的黄桃罐头啊！这一刻，老李家看向李青山和柳桂香的目光都看直了，李青山甚至能够听到口水吞咽的声音。李大奎，你个没用的东西，你看看人家，又是吃肉包子，又是吃黄桃罐头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吃上啥了？当初你在床上怎么跟我保证的？你个没用的玩意！大房媳妇说着便开始动手挠李大奎。哎呦，你这个婆娘干什么？翻了天不成？没用的玩意，你还看呢？就在这时，老二的婆娘也开始伸手挠自家男人，一时间老李家顿时乱了套，2家人开始打了起来。干什么？你们都干什么？快点给我住手，不怕被人笑话。对，你还说呢？要不是因为你那2毛钱能赔给人家老板娘，咱们今天肯定也能吃上肉。这婆娘用得着这么闹吗？弟，那可是2毛钱啊，能买半斤肉回来，平白无故你砸人家桌子干什么？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什么？你们2个龟孙还怨起我来了？看我不打死你们！李老屯怒斥一声，脱掉自己的布鞋，便朝着自己2个儿子拍了过去。老李家开始了混战，一时间，周围邻居听到动静后纷纷跑来看热闹。但在他们看到柳桂香手中的包子和黄桃罐头后，心中开始羡慕起来，忍不住暗自咽着口水。麻子婶最先牵着孙子走到柳桂香面前：“桂香，包子能不能给我一个？我家孙子想吃。”奶奶，我要吃包子，我要吃肉包子。柳桂香微微一怔，没想到麻子婶的脸皮竟然这么厚，小孩更是一屁股坐在地上哭闹。桂香，赶紧给我家孙子一个，磨磨蹭蹭干什么？要是把我家孙子饿坏了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儿子可不是一般人，他可饶不了你们的。你家孙子又不是我生的，凭什么给你们家吃？你怎么不把你家儿媳妇借给我2天？你要是愿意，现在就去把你儿媳妇叫过来，送给我玩2天，我就给你一个肉包子，怎么样？这麻子婶真是一脸脸皮都不要的，绝对的极品。李青山也不想和这样的人纠缠。娘，东西都收拾好了没？
收拾好了，都在房间里呢。大壮、二壮，你们帮忙把东西拎上车，我们搬家。好嘞。大壮和二壮纷纷点头，旋即进了房间，便将打包好的东西装车。一家人离开了老李家。老李家经过一场大战后，一个个终于精疲力竭，却也颜面尽失，望着李青山一家子离去的背影，眼神中满是怨毒之色。赵贵的土坯房子前，李青山望着丝毫没有收拾的家，立刻就知道赵贵一家子没有搬走。周围的邻居也都纷纷聚了过来看热闹。赵贵一家都没有搬走吗？没搬，他们一家能搬到哪里去？就这一套院子。赵贵家不搬走，这李青山一家怎么住进去？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青山、赵贵一家也没搬走啊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李青山，咋了？傻眼了吧？就在这时，李青书和李老屯也从远处走来看笑话。大门已经被反锁，赵贵是当了聋子，全当听不见。下一秒，李青山一脚踹在赵贵家单薄的木门上，势大力沉，门直接被干碎。赵贵，从我家滚出去！什么你家？这是我家，我们生活了好几代的家，怎么是你的了？儿子，揍他！不好，山哥，我来助你。大壮见状，二话没说，便朝着赵贵的房间内冲了进去。然而，还未等到大壮冲进去，便看到李青山一只手拎着一个宛若死狗一般的人走了出来，正是赵贵父子。只见赵贵父子被打得鼻青脸肿，丢在地上。赵贵的婆娘跪在自家爷们面前哀嚎着：“哎呦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天杀的李青山，你就欺负我们家，有本事你去欺负别人啊！”大壮、二壮，进去把赵贵一家子的东西都给我搬出来，这是我李青山的家，怎么能放外人的东西？好嘞。大壮和二壮点头应下，冲进院子后，便开始将赵贵家中的锅碗瓢盆全部扔了出来。李青山，你就是村霸、土匪，你不是人啊！你欺负我们一家子！李青山拿出房产证：“赵贵，你老老实实看着，你家的房子36块钱已经卖给我了，就连土地房产所有证上写着的都是我李青山的名字，这是政府给公证过的，让你多住了几天，已经够给你脸了。”山哥，都搬完了。爹娘、嫂子，你们把东西置办好放进去，咱们暂且先挤一挤，等过一段时间再申请一块宅基地，再盖一间房。如今赵贵的房子周围刚好是有好几块空地的，后面还有一座小山坡，完全可以在两侧再盖2间房。等到公社化来了后，一户一个宅基地也是符合要求的。要是王乃香也能从家里迁出来，李青山也能帮忙申请一块宅基地出来，再盖1间房。李青山，你小子还真是好大的口气，不过是运气好，上次上山打到了几只狍子罢了，我还不信你次次运气都能这么好。年轻人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，盖一套房子哪里是这么容易的事情？这就是年少轻狂啊！我看啊，迟早要跌个大跟头，才知道厉害呢。周围邻居对于李青山不切实际的话根本不放在心上，李青山也懒得反驳。过几日，等到我再从山上回来后，你们这群肤浅的家伙就知道了。李青山东西全部搬好后，大门一关，外面的邻居顿时散了。赵贵一家子也没办法，耍赖这一招根本没用，只得搬着行李去村头那几间茅草房住了。扫把星，你能不能快点走？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？能，知道了。王乃香眉头紧皱，手中大包小包的拎着，比赵贵和赵强拎着的东西都多，累得香汗淋漓。赵强眉头一挑，当即又喷起肚子里的坏水。娘，咱们家自从来了这个扫把星后就没顺过，先是克死了我哥，现在咱们又被赶出了家门。哎，咱们家怎么就这么倒霉，让这么一个扫把星进了门？娘，要我说，尽快给这扫把星找个人家嫁出去。那李虎不是一直觊觎他吗？我看要不就让李虎给一份彩礼，把这扫把星嫁出去算了。闻言，赵贵老两口的眼神一亮，目光朝着王乃香的身上望了过去，心中开始打着算盘。